这些家当都是你外公留下来的，价值连城。这是清单，我已经清点过了，你可以查对。不用了。如果你真想昧下，这些东西也不会出现在我眼前。你把全部钥匙给我就好了。好，好。这是钥匙。这个袋里呢是已经办理好的户主转移手续的各种文件，其他的东西呢，我会陆续的快递给你。我建议你啊，还是要把这些东西呢存到银行的保险柜里。那些大的物件，你先找个地方妥善的保管起来。嗯，行，我给你介绍介绍吧。就从它开始。这是青玉的貔貅，你对它不熟悉也很正常，因为你从小是在国外长大的。貔貅是传说中的上古神兽，貔貅的造型有多种，我估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你很难找到跟这个造型一样的貔貅。还有这个如玉，这都是上品。哦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六眼天珠。我原来对这些嘛，一点也不懂。你外公从小生长在富贵家庭，他懂，是他带我入的门。还有，这个是大明宣德炉，这上面陈年的污垢呢是宝浆，这说明呢。不用跟我说这些，我不想听。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我太太被抓了，她不会再来骚扰你了。她很笨，和几个很有心机的亲戚在一起，想搂钱，心心念念都想占国家便宜。我早都警告过她，不要做这种事情，做这种事早晚要出事的。他不听，背着我悄悄去干，哪来的骄狂和自信？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他要出事儿了。可是我早就预感到了，反正婚也离了，没有被他扯进这趟浑水里。他还想要你外公的这些财产，如果真的给他一半儿，恐怕现在早该充公了。你的家事我不想评价。我很冷漠吗？以后你就会明白了，人都是自私的，没有显露出来，是没有到考验的时候。我跟你说真话，也是不想让你对这个世界上抱有任何幻想。你记住，除了你自己，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可信。不需要用你的经验来规划我的人生。行了，这些物件你也一一过目了，看过了。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那签字确认吧。行啊，交接都办完了，我先走了。还有啊，我查了一下包家，他们家资产状况没问题，
扩张也很稳健。只是听说呢，创业者夫妇非常精明，格局不大，我怕你吃亏。包家的第2代能够追上你，这是他们的福气。你的心里要有底气。与你无关。再见。那这么看来，昨天的交接还比较顺利，挺顺利的。而且魏国强告诉我，他前妻被抓了。他说他早就预料到了，但是劝过他，他前妻不听。你是说，魏国强执意离婚，是为了撇清跟他前妻的关系？而且很有可能，他为了不受牵连，选择净身出户，把何老的财产交给我。要不然的话，至少1半会被充公吧。以他的性格，我不可能得到财产这么顺利。不过这件事情你还是要当心。既然魏国强的前妻有问题，那么即使离婚了，他也很难撇得清关系，所以千万小心，不要被卷进来。我知道，魏国强自己都水深火热的，他还去调查包一凡，包太太调查我，他调查包一凡，这2个人真的都有一双闲不住的手。不过倒也平衡了，你也总算活出了一股子烟火气。可这种烟火气我真的是不喜欢。恋爱归恋爱，婚姻归婚姻。我才刚刚接受包子，他妈妈就处处都要插一手。我现在还没有跟他结婚，如果真的结婚了，摊上这么一个婆婆，我真的会被累死。所以，你就打算这么晾着包一凡？本来也没到那一步吧。我的状况不适合婚姻。现在包一凡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了，还不知道什么反应。安迪，楼下有位包太太在等你。怎么办？不要违心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。